这把剑造型奇特，剑身像是一条蛇弯曲而成，剑尖既可突刺，也可以勾住敌人的兵器，比普通长剑多了不少用法。此剑原是云南五毒教的镇教三宝之一，但是被金蛇郎君夏雪宜所得。之后，金蛇郎君创出金蛇剑法，名震天下，再配合另外三宝之一的金蛇锥，在江湖上无往不利。江湖上唯有石梁派的祖传阵法五行阵可与其抗衡，此阵需要5人才可发动，阵法内含五行生克变化之力，圆转浑成，没有丝毫破绽。那么两者相遇，谁能够更胜一筹呢？电影的开始是在明朝末年，忠臣袁承焕被冤死，其子袁承志被亚仆救出，投奔华山，并让袁承志拜在了当世第一高手华山派掌门人穆仁清门下。光阴似箭，昔日不会走路的小孩已经长成翩翩少年。这些年，袁承志也在门下学了所有功夫。而最近陕西大闹饥荒，师傅和师伯约了一帮朋友聚会，准备分头筹款去救灾。他交代袁承志要将自己的混元功练完最后一层，再下山找他。师傅告诉袁承志，自己平生只收了3个徒弟，分别是大师兄铜笔铁算盘黄真和二师兄神拳无敌归心术，剩下的就是他了。收拾完东西，师傅和师伯也动身了。在山上的日子很枯燥。这一天，亚仆发现了一个洞窟，袁承志先去后，发现这里就是叱咤江湖的金蛇郎君的洞府。他留下了他的金蛇剑和金蛇锥，袁承志得到了他的武功传承与兵器。之后的一段日子，他都在练金蛇郎君的武功。在秘籍中，袁承志发现了藏宝图和金蛇郎君的遗言，他让得宝之人前往浙江石梁找一名叫温仪的女人。随后，袁承志给师傅留了一封信，这些武器是否应该使用，他想征求一下师傅的意见。如果师傅让用，就让亚仆将东西送到石梁。随后，他来到石梁的一处酒馆，这里他遇到了石梁派的温清，他黑吃黑拿了龙游帮的2000两黄金。袁承志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事后，温清分了他一半，但他并不想要，他跑到石梁温家将金子还了回去。而他正好没有住处，就先留宿在了温家。晚上，温清找他聊天。温清在家因为身世原因受家人欺负，而袁承志性格豪爽，两人相谈甚欢，竟是结拜做了兄弟。第二天，华山派的弟子来讨要金子，他们是大师兄的徒弟，这些金子是用来赈灾的。见是同门师侄，袁承志稍微教训了一下他们，他让师侄们明天再来。今天他尝试调解一下此事，不过温老看出了袁承志的武功是属于金蛇郎君的，他们温家和金蛇郎君有血海深仇。袁承志告诉他们，金蛇郎君已经死了。温清的母亲顿时晕倒，金蛇郎君是他的夫君。他让温清晚上叫袁承志过来，随后袁承志也告别了温家。夜晚，袁承志如约来到了后花园。这时候，温清换回女装，他告诉袁承志，他其实名叫温青青，而温母则是叫做温仪，正是袁承志要找的人。就在这时，屋顶上下来一个人，此人正是温仪的大哥。见温大哥出现在此处，温仪对他的家人是彻底的失望了。几人也是回忆起了当年的事情。当时温家收到一封信，之前温家兄弟之一的温方禄奸杀金蛇郎君夏雪宜的亲姐之后，又将其父母兄长一家5口尽数杀死。金蛇郎君现在回来报仇，要10倍相还。刚读完信，金蛇郎君就杀了进来，他手持金蛇剑，杀了数人后就溜掉了。随后他们吩咐下来，让女眷们不要出门，但是温仪嫌屋里太闷，就在院子里荡秋千。金蛇郎君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他将温仪掳走，顺便用金蛇锥又杀了一人。醒来之后，温仪发现自己在一个山洞，天上下起大雨。金蛇郎君表示，明天是他们一家的忌日，一定要杀一个温家人做祭。第二天，他回来的时候被温家人缠上。虽然温家人多势众，但是金蛇郎君武艺高超，再加上金蛇剑的威力，很快他们就被杀退了。看在温仪的面子上，他放了温仪的父亲，但他父亲竟然从背后偷袭。回到山洞，温仪竟然因为金蛇郎君哭了。因为温仪的眼泪，金蛇郎君决定就此罢手，两人也就此相爱。温仪被送回温家，大家都不理他。他等了3个月，去寻宝的金蛇郎君终于回来。那天晚上之后，就有了温青青。温家也知道了他们的事，温父表示你们不能私奔，要在一起也只能明媒正娶。金蛇郎君就留下来办了喜事，他们给金蛇郎君的汤里下了温家秘制的醉仙蜜，
只要喝了，慢慢就会全身无力昏睡过去。随后温家摆下五行阵，没过几招，金蛇郎君就倒了下去。温家的目的是金蛇郎君的藏宝图，他们挑断金蛇郎君的手筋脚筋，随后带着他去找藏宝图，后面就没了消息，只知道被他逃掉了。这时候温老也来到花园，表示有种就来试试我们的五行阵。随后袁承志跟着众人来到大厅，温父表示，你要是赢了，金子还给你们华山派，输了结果也不必多说。温家想来一手故技重施，但是温青青用簪子将茶杯打碎。这时突然来了两人，正是袁承志的大师兄铜笔铁算板黄真。他和温父交涉一番，表示由自己来领教五行阵，他让袁承志帮他在一旁略阵。随后走到厅中，温家也摆出五行阵，五行阵攻势连绵不绝，阵中五人招式浑然一体，几乎是没有破绽。但是大师兄实力高强，五行阵拿他也没有办法。一旁的袁承志逐渐看出破绽，他指挥阵中的大师兄通过走位来破阵。没几回合，大师兄脱离了五行阵。温父表示，你能出去，单位胜过五行阵，金子可以还，但是袁承志需要留下。正好袁承志也想见识一下五行阵，他拿出温青青的簪子，让他们把辅助的八卦阵也摆出来。袁承志则是就地躺了下来，尝试诱惑敌方出手。最终还是阵中一人忍不住出手了，袁承志就追着出手的那个人猛攻，阵法顿时被撕开一角，其他人来解救，顿时场面有些混乱。此时阵法已经散开，温父命人冲了上去。此时即使袁承志拿的是一把簪子，但他们依然不是他的对手。袁承志跳到温仪母女身边，将簪子还给了温青青。这时温仪的一个兄弟扔出武器，竟然将温仪给杀了。他将温青青托付给袁承志后就没了气息。这时候亚普赶到，他将金蛇剑和金蛇锥交给袁承志，师父准许他使用这些武器，他要用这把金蛇剑来破五行阵，替他报仇。温家摆出阵法，有了金蛇剑，袁承志在阵中无往不利，他们根本奈何不了他。没几个回合下来，阵中一员就被他用金蛇剑挑死。刚刚摆八卦阵的成员也朝大师兄他们冲了过去，而少了个人摆不出五行阵，他们更是奈何不了袁承志。摆八卦阵的那几个后生也被他们尽数杀光，五行阵剩余的4人也只能靠着默契跟袁承志过招。随后袁承志找到机会将温老的一条腿卸了下来，又找到机会用金蛇锥杀掉一人，再借力蹬墙弹出，一下将剩下的2人杀掉。随后温青青准备将温老补了，但是袁承志阻止了他，表示毕竟是亲人，现在一家就剩他一个了，还是算了吧。最后他们拿着金子带着温仪的遗体走了。这部《碧血剑》是改编自金庸创作的长篇小说，是一部难得的邵氏精品，剧情砍了很多支线，而重点也都放在了打戏上。最后破阵的以静制动效果很不错，而在原作中金蛇郎君并没有出镜，这里则是专门将他拎出来讲了一下。那么大家还喜欢邵氏的哪一部金庸小说改的电影呢？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了，今天兵器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1哟。阿斗说篇天天见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